傅北辰迎娶金丝雀那天，医院通知他来见我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后来金丝雀心脏手术成功，想感谢捐献者家属，他哥们在查到捐献信息时却愣住了。陈哥家属一栏是你的签名，捐献者是姜石英。叮铃一声脆响，傅北辰手中的天价翡翠摔得粉碎，他才发现他错过了见我最后一面。流金大酒店正在举行一场盛世婚礼，现场有媒体采访和直播喜庆的氛围中，一道声音突兀响起：哟，傅总这么快就换上新夫人了？小三上位提问的人是位年轻记者，现场瞬间安静下来。今天是我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，新娘手上戴着的是傅北辰给我派来的大钻戒，他身上的婚纱是照着我的尺寸定做的，就连他手上挽着的新郎都是我的老公。也难怪记者会这么问宋青兰，差点站立不稳。傅北辰将她护在怀里，沉下脸在造谣：我可以告你诽谤。记者却追问，到底怎么证明他不是小三？直播间的弹幕刷得飞起，靠这记者是前妻派来恶心人的吧？太心疼我们蓝宝了，哪个小三敢光明正大办盛世婚礼？宋青兰轻晃傅北辰的手臂，要不然邀请石英姐过来，我想得到她亲口送出的祝福，就是不知道她愿不愿意。宋青兰是带球上位，这场婚礼确实办得仓促，她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和我领离婚证，任何自证都显得她心虚。只有我这个前妻来到现场送出祝福，才能让人信服。他点点头，朝记者冷笑道：行，我让姜石英过来，亲口告诉你。傅北辰掏出手机，将我的号码从黑名单放了出来，铃声响了又响，无人应答。他气冲冲给我一连发了好几条消息：记者是不是你找来的？说了只不过一个仪式而已，兰儿还怀着孩子，你赶紧来解释一下，快点，宾客都等着呢。别装死，我没有装死。半小时前，医生宣布了我的死亡，现在正躺在冷冰冰的床上，身上还插着氧气管。医生正将我身体上可移植的部位取下来，将会移植给需要的人，剩下的将捐赠给医疗机构。成为一名大体老师，我签过捐献协议，让他们物尽其用。不长眼的记者最后被保安带走。宋青兰有些失落，看来石英姐她还是不肯过来祝福我。傅北辰认定记者是我找来的，哄着他说一定要我向他道歉。快到上台表白环节，傅北辰的手机响了，接起后传来陌生的男声：请问是傅北辰先生吗？什么事？姜石一女士生前签过遗体捐赠协议，她今天下午2点就要被运走，你要不要来做最后的告别？不要。傅北辰嗤笑一声，你是不是想说我不过来她就活不成了？不，傅先生，姜女士已经去世了。直播间骂声一片，非得挑前夫结婚这天死是吧？死了就埋呀。打前夫的电话，干嘛用死来威胁？1哭2闹3上吊。前妻姐真是阴魂不散，晦气，拜托死远点。死了就死了，让他别骚扰我了。傅北辰挂掉电话。宋青兰走过去，老公是石英姐打来的吗？她是不是要过来了？我们要不等等她？她在傅北辰面前一直乖巧体贴，从不争风吃醋。他轻轻扶着宋青兰的腰，讥诮道：看吧，我就知道他今天不会安生，连死这个借口都编出来了。宋青兰的手机也响了，他接完后面色愧疚，带着哭腔：石英姐，他一定是生我气了。怎么刚才你的电话也是他打过来的？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
他捂住胸口，看上去呼吸困难。老公，我突然胸口好闷，好难受。傅北辰脸色大变，一把抱起他朝医院跑去，留下满堂宾客面面相觑，直播间的弹幕和评论闪个不停。前妻姐没死，新娘要被他骂死了，这婚礼终究是被他毁了。可怜的新人前妻姐，能不能死远点啊？好生气，气死我了。宋清兰有心脏病，一直在排队等待心脏源。医生说今天正好匹配上了，可以进行心脏移植手术。傅北辰干脆利落地签了字，看着他被推入手术室，他终于缓了一口气，终于有空找我这个罪魁祸首算账。我手机依旧没有接通，他气得发疯，婚礼黄了。你满意了吧？他低头发消息时，全然没注意到医护人员正推着一张病床朝他的方向走过来。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，风掀起白布，露出了我的头。他只要看一眼就能认出我，可此时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手机上。经过漫长的等待，医生说手术很成功，宋清兰终于被推出来了，转入普通病房。她一醒过来，看到傅北辰的第一眼，哭了。老公，孩子没保住，都怪我。傅北辰看见她脆弱的模样，心疼不已，柔声安慰她，咱们来日方长。你喜欢孩子，以后就多生几个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你乖乖配合医生，咱们争取早日出院。宋清兰用力地点头懂事的让人心疼。傅北辰叹了一口气，决定亲力亲为照顾他。宋清兰出院那天，为了感谢医生，还特意送了锦旗，写了感谢信。医生摆摆手，要谢就谢给你捐赠心脏的志愿者吧。宋清兰拽着傅北辰的袖子，医生说的对，老公想办法找一下捐献者吧，感谢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傅北辰将医生的话放在了心上，恰逢几个哥们来他的庄园里小聚。捐献信息是不公开的，他委托陈潇帮忙打听一下。陈潇爽快地应了下来。几人闲聊时，他们不可避免的又谈起了我。对了，钱嫂子最近没有在作妖了吧？我用尽手段破坏前夫婚礼的事，全网沸沸扬扬，我也成了他这群兄弟们的谈资。傅北辰冷笑一声，心虚躲起来了。有人感叹道，哎，想当初你们多恩爱啊，现在他的行为我有点看不懂。傅北辰眼神中闪过一丝恼怒，当初和他结婚没有办婚礼，原本计划的7周年也泡汤，他心里不平衡，但也不该在我和兰儿的婚礼上作妖，兰儿还怀着孩子。其他人也表示赞同，哎，你好不容易要当爹了，被他这么一搞，孩子没了，太可惜了，小嫂子这些年跟着你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他确实不容易。他的这些哥们私底下都叫宋清兰小嫂子，听到他们为他抱不平，傅北辰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，等找到他，一定会让他长长记性，他自己这么多年怀不上，就用下三滥手段把兰儿搞流产。我现在真没想到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，我只是想养个孩子，我容易吗？他怎么就不体谅？体谅我，可是我真的怀孕了，我告诉过他，他不信，他信宋清兰，却不信我。我检查出怀孕的那天，在医院遇到了宋清兰。傅北辰不在他一改往日温顺的态度，仰着一张娇憨无辜的脸，高声问道，江小姐，来看妇科病，别告诉我你怀孕了。据我所知，傅先生好久没和你同房了吧？也是这2年，你在外面和他同床共枕的人一直是我。
他眼中的得意快要溢出来，他确实是好长时间没碰过我。我们上一次是2个多月前，我刚回国，一起去婆家参加家宴那天，他喝多了。我们在婆家过夜那一晚，气氛很好，久别重逢，我们如同新婚一样，耳鬓厮磨，抵死缠绵。就是这一次，我怀孕了，宋清兰夺过我手中的孕检单，脸上神色变幻莫测，最后在我耳旁挑衅道：打个赌，若你我同时怀孕，他会选谁？怎么不敢赌吗？江小姐，你现在除了富太太这个虚无的名分，还有什么信任、理解、爱都没有，不如退位让贤。宋清兰以退为进，自导自演了一出带球跑的戏码。她不辞而别，拉黑所有人的信息，只留下一句：老娘钱赚够了，不伺候了。起初傅北辰不以为意，只是紧紧抱着我道歉，又亲力亲为，张罗我们的7周年，他像又回到了过去。宋清兰还没出现的时候，对我温柔体贴，呵护备至，直到傅北辰的哥们在网上刷到了宋清兰新的社交账号，一条条 vlog 记录着她孕期生活独立的准单亲妈妈积极生活的日常，没有露脸，但其中一条视频中晒出了忘记打码的孕检单检查，日期是她跑路前2天，单子上面显示她已经怀孕8周。宝贝，你爸爸可能不允许我留下，你还好，你有最爱你的妈妈，你放心，妈妈独自会将你好好抚养大。傅北辰浑身颤抖，盯着那条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彻夜未眠。第2天一早，他哑着嗓子告诉我，他已经订了去他那里的机票，他要亲自去把他接回来。临走时，递给我一份离婚协议，英英，我们先假离婚。孩子是无辜的，我不想他成为私生子，遭受非议。等孩子大一些，我们再复婚。我全身冰凉，连头盖骨都冒着冷气。就在昨天早上，他还抱着在我耳边轻轻哄我，茵茵，我们要个孩子吧，不管是男是女，一个就够。他的手指在我脸上细细描摹，眉眼像你，鼻子像我，一定特别可爱。以后我们一家3口永不分开。他很喜欢小孩子，我怀孕的事原本打算在7周年那天告诉他的。我定定看着他手上的协议，你真的想好了？快签字吧，我赶飞机。他急急催促着我。如果我说我也怀孕了呢？傅北辰揉了揉眉心，眼神中难掩失望。他怀，你也怀，这要求是真的？那去打掉。我将自己关在房里3天3夜，最终决心打掉孩子，离开他，重新开始。在医院等待手术时，小腹里像是有条鱼呲溜乱窜，问了护士，他告诉我是胎动。也许宝宝是觉察到危机，想用这种方式让我感受到他的存在。抚摸着肚子，泪如雨下，原本坚决打掉的心动摇了。我想留住这个孩子，我没有亲人了，这是世上唯一与我血脉相连的人。拨通了傅北辰的电话，响起的却是宋清兰低低的嗤笑声。江小姐，你怀孕又怎么样？你输了，从今天起，你的男人就是我的了。接着，他提高了嗓音，老公茵茵姐好像不开心，他好像后悔了，你要不要安慰他几句？我还没开口，傅北辰的叹息声已经传过来，英，能不能别闹了？你确定要和一个孩子？争痛异密，密麻麻从心脏传来。我鼻腔一酸，屏住泪意。有没有可能撒谎的是他？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吗？兰儿怎么可能撒谎？我愣住了，说不出话来。不知不觉中，
傅北辰对宋清兰的信任早已超出了我。他说的，他毫无保留的相信，而我的话却被认为是无理取闹，他失去了所有的耐心。我是不可能让兰儿的孩子成为私生子的，你去打掉我，不要孩子。明明是他自己不要的。我失魂落魄，麻木地签过医生递过来的手术知情单。进了手术室，却大出血，止都止不住。医生让我联系家人，我强撑着拨打傅北辰的电话。我在医院，未等我说完，他不耐烦的声音响起：你怎么作妖都没用，我是不会离开婚礼现场的。江时音，你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？我听到了心脏碎裂的声音，痛得我全身打颤。声音轻的快要消散。傅北辰，我要死了。那你去死啊，傅北辰，我真的死了。我死了1个多月，傅北辰他们还是没找到我的身影。网络媒体平台上有关我的谣言却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平息。有人终于发现我这个前妻从来没有回应过网上的舆论，他们都以为我心虚躲起来了，甚至还有人发起了寻找副总前妻的活动。这个前妻是属王八的吧，这么能憋。之前做天做地，现在名声臭了，夹起尾巴躲起来了。实验室里，工作人员已经将我处理完成，他们的技术很好，我这具标本非常完美。我的胸腹上的表皮都被剥开，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的构造。宝宝小小的，只有一个西红柿那么大，安安静静睡在我的小腹中。一根脐带将我们联系在一起，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。他们将我取了个好听的名字，叫抱怨。即将送往本市的生命奥秘博物馆进行展览。傅北辰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，朋友闹着要看他最近拍的翡翠，是一块佛牌，说是送给宋清兰的，保佑她平平安安。正阳绿的，花了大价钱买的吧？傅北辰点点头，那天拍卖和几个人抢，确实花了点钱。陈潇问道，我记得你不是前2天还拍了一串帝王绿项链吗？哪里去了？那个才是真值钱，一出手1个亿啊！没拿来那串给茵茵的。他顿了顿，他生日快到了，朋友阴阳怪，气挤兑他，气就消了，嘴上好生气，结果一有好东西就给茵茵买。他辩解道，毕竟是我老婆，等他出来道歉让我满意的话，我才给他。陈潇手机响了，捐赠心脏的人找到了，好，快发给我。挂掉电话后，他点开一个文件，面色逐渐凝重。陈哥家属联系人一栏，傅北辰把玩着佛牌，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怎么赖？把联系方式发给我，他是想感谢患者家属，但也只是为了成全宋清兰，他早就想好了，到时候给家属一笔钱就行了，这样他宋清兰捐献者家属都满意。陈潇咽了一口口，水声音色哑，签的是你的名字，是你的字迹，捐献者是嫂子。傅北辰手一顿，缓缓抬起头，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捐献者是江时音。陈潇重复了一遍。小嫂子用的心脏是嫂子的嫂子，她早就没了。叮铃一声脆响，傅北辰手里的佛牌坠落，摔得4分5裂。傅北辰一把夺过陈潇的手机，瞪大眼睛，死死盯着屏幕，嘴巴微张，面色白得像纸。签名的地方，字迹被水滋润，染出毛边，他记起来了，那确实是他签的。几年前，我查出了白血病，拿到确诊单时，他偷偷哭了，好久表面上又装得像没事人一样哄着我，还在病房里向我求了婚，我们在病友的见证下去领了结婚证。这病很好治的，茵茵，你先在医院待着，等治好了，
我们就举办婚礼。那时，CAR-T 疗法刚从国外引进，很贵一针，要300多万。这对于刚毕业不久的我们，是天文数字。他一个内敛清高的理工男，决定放下脸面去做销售，每天陪酒，喝到胃出血。1.85米的男人，瘦得不足130斤，好不容易拿下一笔2000多万的大单，说好的5%提成老板，却只给了他区2万块。他跪在老板面前磕头，这是我老婆的救命钱。老板却把他开了，让保安将他赶走。这是他第一次跟人打架，全身挂了彩，被送进医院。那时我还在住院得到消息，从我的病房到他的抢救室，短短300米的距离，我像走了1个世纪。他奄奄一息躺在那里，我心如刀绞。给自己办了出院手续，在医院的走廊里，看到有人在推遗体捐献，我问他们要了申请表。待他醒来，我故作轻松递上表格。我申请了遗体捐赠案以后，也能为社会做一点点贡献了。不过需要家属签字，傅先生帮忙签一下呗。他当场将表格撕碎，我又递上一张，他咬牙切齿，你还这么年轻。遗体捐赠是至少50年后的事，还有我们是夫妻，要生同情，死同学的。你忘了，我握住他的手，我也不甘心。但如果这就是我的命，我希望能为社会尽绵薄之力，帮到需要帮助的人。等我活不下去了，有人用我的心脏来感受世间百态，有人用我的眼角膜去看人间色彩，他们都在替我活着，这也是我以另一种形式存在。最终他同意了签字时，眼泪却止不住掉了下来，浸湿了纸张。他自己也申请了一张，即便以后做大体老师，我也想站在你身边。没过多久，他的客户得知他的事撤回了单子，扬言这单只给他做。我们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客户的预付款，终于让我打上了救命的一针。后来公司越做越大，赚了好多个300万。可那个为我放弃自尊，爱我如命的男人却变了。陈哥嫂子的事你不知道。傅北辰缓缓下坠，像被抽掉了，灵魂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。不可能的。他全身颤抖着，用力摇着头，嘴里喃喃自语。他怎么会死？不会的，医生。明明说过，他的身体已经痊愈了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陈潇，你托了人，一点都不靠谱。陈潇只是安静地看着他发疯，待他终于闭嘴了，才开口，不会出错的。陈哥嫂子的死亡信息我也查到了。他点开手机，给傅北辰看了一张盖有医院印章的死亡确认书，上面明确地记录了我的死亡时间以及原因。嫂子是在做流产手术的时候突发大出血走的。呵呵，傅北辰看向陈潇，没有接他递过来的确认书。英英怎么可能？怀孕都没怀孕，怎么会做流产手术？他至今都还不相信我说的话。陈哥是真的，上面显示嫂子怀孕20周左右，她的去世日期和你举办婚礼是同一天，难怪小嫂子那天那么顺利就排到了心脏园。傅北辰抽过他手上的确认书，瞪着眼睛，生怕错过一个字。因她真的怀孕了，原来是真的。她告诉我，她怀孕时，我以为她是想跟兰儿比，我没有信，她还叫她去打掉。哈哈，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玩我？她状若癫狂，又哭又笑，一拳捶在大理石地面上，手背上全是血，也没在意陈哥节哀。他猛地爬起身，朝门外冲去。陈哥，等等我。傅北辰开车回到我们的婚房，他好久没来过了。自从决定对宋青兰负责后，他搬出了这个家，
和宋青兰一起住进了东郊的庄园大别墅。房间里的一切如往常一样，收拾得整整齐齐，只是桌子上有些灰尘。房子像有一段时间没人居住了。我平时最爱干净阳台上原本绿意盎然的花圃一片凋零，就连我最喜爱的那盆苏格兰绿玫瑰都枯萎了。这是刚来这座城市时他送给我的。我很喜欢花花草草，一看到就拔不动腿。那时我们租住在 B 座的房子里，没有阳台。他向人讨了一截，枝丫插在花盆里，在窗台边搭出一个架子，用来摆放花盆。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买大大的庄园别墅，给你请园丁，种上满园的花。在他的悉心照料下，枝丫真的活了下来，越长越高。在第一次开花那年，我得了白血病。傅北辰剪下一束花，亲手包装好，在医院向我求婚。苏格兰绿玫瑰，永恒的爱茵茵，我只钟情于你。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无论生老病死，我都愿意陪伴在你左右，不离不弃。我们终于买得起房子，房子也越来越大般了。几次家阳台上花的种类也越来越多，但这一株永远是我们的挚爱。今年他终于买了占地20亩的大庄园，为我种了5亩的绿玫瑰。可最终只因宋青兰一句我也喜欢玫瑰，一见到就心情愉悦，对宝宝的发育肯定好，他就带着他住了进去。傅北辰站在枯萎的花圃前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陈哥，这里有一本产检册，是嫂子的。傅北辰紧紧攥着册子，脸色僵硬，手不停地站立。册中夹着一叠纸，是化验单和孕检报告。一张孕检单掉落，他弯腰捡了起来，看到上面的信息，他几乎站立不稳。陈潇扶住了他，也看了一眼单子，怎么这么眼熟呢？傅北辰的目光在报告单上停留了很久，然后疾步朝书房冲去，从抽屉中翻出一张孕检单，那是他偷偷从宋青兰的社交平台下载打印后珍藏起来的。2张单子排在桌上，除了姓名、年龄，其他一模一样。陈潇脸色惨白。所以小嫂子的孕检单是假的。陈哥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好心办了坏事。陈潇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，低着头道歉。当初就是他刷到了宋青兰小号的社交账号，转发给傅北辰。当初要不是我将小嫂子的视频转发给你，你和嫂子一定还和和美美的。都怨我傅北辰。呆呆地坐着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手机再次响起，还是宋青兰打来的。他看了一眼，直接挂掉。好久之后，他终于缓缓起身翻看。我的遗物，卧室里、衣柜里，我的个人物品都搬空了。当时决定离开他，我就将行李收拾好，交给朋友没用的东西都被我处理掉了。他连我一张照片都没找到。他们跑去医院，想要我在医院最后留下的影像。他这才发现，医院正是宋青兰做手术的这家，
就在他们婚礼这天，他迎来新生，我往生极乐。他却被告知，监控只保留1个月，已经过时限了。陈潇跟医院方面要来了我当初的病历信息，并找来了当时负责的医务人员。护士说起当天的情况时，表示遗憾孩子很健康，当时已经胎动了，他还让我摸了，虽然摸不出什么，但他看上去有点开心。但他打个电话后受了刺激，脸都白了，看都没看就签了字。我们劝他多考虑一下，他拒绝了，要求尽快手术。这时傅北辰看到了手术记录和抢救记录2张单子，上面清晰地记录了我从推入手术室到宣布死亡的全过程。10点25分，患者下身大出血，10点37分，血压骤降至80/40毫米汞柱。11点05分，患者暂时清醒，拨打家属电话沟通病情，遭对方挂断。心率降至40次，每分血压测不出。11点37分，电视波为直线大动脉搏动消失，患者无自主呼吸。他一个劲用拳头砸着自己的脑袋，捂着脸，呜咽着蹲了下来。江女士的遗物是被朋友收走的，也是朋友帮忙联系的红十字会，所以嫂子什么东西都没留下。陈潇说完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连忙转移话题，陈哥嫂子有什么关系？好的朋友。傅北辰摇摇头，他没什么朋友，我确实没有什么私交好友，每天围着他打转白血病治愈后，我们一起经营公司，结识的都是职场上的人。后来我劳累过度，被医生强制休息，我这才退出了公司业务。从这之后，交际的人就更少了。傅北辰又重新翻看了宋清兰的医疗档案，所有资料没有一处显示她怀孕。给她做手术时，有发现她怀孕吗？主刀医生否认没有。从医院出来时，傅北辰又开车去了红十字会，他想去那儿打听我的下落。开到半路，接到了他的助理打来的电话，副总江小姐的下落有消息了。那对方支支吾吾，好像在生命奥妙博物馆副总网上都报道了，你没看吗？助理转给他一个直播链接，打开后是一名记者正在一具人体标本前报道。我身边这位大体老师现在叫鲍月，正是全网人人喊打的前妻解江11女士。这名记者很是眼熟，傅北辰记起来了，他就是问宋清兰是不是小三上位的人。这人陈潇回到陈哥查过了，他叫杨楚，其实是个财经。记者不知道为什么他对嫂子很关注的样子。你有听嫂子说起过他吗？傅北辰摇摇头，他当然不知道了。直播间里网友并不买账，所以这位前妻姐是真死了，是不是真的？我表示怀疑。我看是这记者想给前妻姐洗白啊。上次骂蓝宝小三的不就是他吗？建议严查这名记者的资质，我怀疑他是在转移视线。随意拍一个大体老师，还说他是前妻姐，这是对大体老师的侮辱。镜头锁定在鲍月这具标本身上，可以清晰地看到我的骨骼和经络。傅北辰看向陈潇像吗？是他吗？标本的脸已经处理过，无法辨认出来。陈潇摇摇头，这身形有点像，不过不确定。傅北辰冲向车库，我要去看看。标本前面有讲解员正在为学生讲解鲍月的故事。摄影师根据讲解员的讲解，将每一处都来了个特写。当镜头移到小腹时，讲解员停顿了一下，声音有些低沉。大体老师已经怀孕了，从胎儿的大小看已经4个月了呢，只是胎儿不是很完整。根据医院的记录，她是在做流产手术的时候去世的。
傅北辰一边开车一边看着直播。当听到记者说到最后一句话时，突然急刹车，撞到了路边的护栏上头，撞得大包。陈潇跟在他身后，停下车上前查看。陈哥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傅北辰摆摆手，由着他将自己扶下来。送我去茵茵那里快。陈潇让司机踩上油门，朝着博物馆飞驰而去。傅北辰的电话响了，他直接挂掉。再想他，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再次冷漠地挂掉。杨楚的直播间还在继续，镜头正扫到标本的胸腔，抱歉抱怨的胸腔是空的。按照他的遗愿，心脏和肺都被移植给需要的人。傅北辰看着标本上空荡荡的部位，脸色白了又白。直播间的讲解员做了最后总结，鲍月女士是一位心怀大爱的人，她的器官一共救治了13位病人。她生前多次捐助贫困学生以及重病患者，死后依然将全部财物以及她自己都捐给社会。直播间的弹幕和评论刷得飞快，这肯定不是前妻姐她能有这觉悟。前妻姐那么自私自利，怎么可能捐赠某人？要点碧莲吧。为了洗白，竟然用抱怨这样无私的女性冒充自己。镜头最后定格在一旁的字条上，上面是我的签名。世界太美好，短短20余年，我真没活够。亲爱的医学生们，加油啊！希望以后的你们可以治愈一切疑难杂症，让后人少受病痛折磨。江石英，这是7年前我写的，那时候他还很爱我，我对这个世界充满眷恋。我去，还真是他，我们是不是被人当枪使了？大家别慌，说不定只是同名的人而已。就是同名的人多的是。网友们将信将疑。陈歌英姐，捐赠贫困学生是从哪里找的渠道？我也想捐赠几个。傅北辰摇摇头，我不知道，他没跟我说过。公司开始盈利后，我每年会捐助一笔钱给患病儿童，也与几位贫困学生建立了帮扶关系。杨楚他们几个就是我第一批捐助的对象。傅北辰每天忙公司的事，捐助这点小事我没跟他说过，省得他分神。后来到了国外，他回我的消息越来越慢，我以为他忙没放在心上，将所有精力都放在慈善公益上。回国后发现他和宋青兰的事情，我们交流就更少了。傅北辰是踉跄着走进生命奥秘博物馆的，记者已经离开了场馆，安静了许多，标本都摆放在透明展示柜里。走近看到鲍月的第一眼，他就明白，这绝对是我。傅北辰双手扒在展示柜柜门上，身体慢慢往下坠，最后跪在地上，伸出双臂环住柜门，想将标本拥入怀中，却被柜门挡住。他绝望地看着柜中早已失去生命的标本，全身颤抖，想说什么，只发得出沙哑的呵呵声，急得用拳头捶着脑袋。他怪异的行为引得旁人纷纷侧目，工作人员开始来制止他。这位先生，请保持克制。傅北辰抬头，目露哀戚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陈潇见状，帮他解释了他与我的关系，工作人员心生怜悯，没再阻止。直到展览馆快闭门，他终于能发出声来，我老婆没了。他的电话再次响起，还是宋青兰打来的，这次他没有挂断，接了起来。老公，你在哪呢？还在陈潇家吗？什么时候回来呢？我喝多了，马上就回来。傅北辰从地上爬起来，语气无比平静，只是眉眼间的冷厉泄露了他的情绪。那要不要我来接你？不用，你身子要紧。他温声细语地回道。一旁的陈潇却打了个寒战。
待挂掉电话，傅北辰伸手环住展示柜，向我道别。茵茵，我先去处理一些事情，等处理好了，一定会回来向你赔罪。陈潇咽了一口口水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陈哥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去散散心？傅北辰轻笑，朝前步伐轻快摆了摆手，你看我这像是有事的陈哥，叫几个哥们一起先出去喝几杯，不良没见我要回去。有事吗？那你额头上的伤口，我先送你去医院。此时的傅北辰额头上有好几个伤口，都还流着血，不用比起茵茵所受的这点伤算什么。傅北辰一进门，宋青兰就迎上来了，看到他脸上的伤痕，吓得脸色发白，失声叫了出来：老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事就是摔了一跤。他马上拿来干净的毛巾要给他清洗。傅北辰拉着他坐了下来，不急，反正又死不了，你别忙活，小心身子。我现在身体可壮实了，没事的。宋青兰调皮的眨眨眼。傅北辰从他身后环住他手掌，抚摸着他的小腹温声，问道：兰儿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宝宝？他顿了顿，声音带着悲伤：我也想啊，可咱们的运气总是差那么一点点。都怪我，要是我再坚强一点，也就不会因为石英姐不理我而难过这样，我们的宝宝也不会失去了。事到如今，他还在朝我泼脏水。傅北辰搭在他腹部的手紧了紧，在他耳边问道：兰儿，你告诉我，当时你是真的怀孕了吗？依旧是温柔不过的语气，宋青兰变了脸色，娇嗔道：老公，你不信我，我信，我信。他闭着眼睛，嘴角露出一丝讥诮。那块佛牌不小心被我打碎了啊！宋青兰忍不住叫出声来：怎么打碎的？陈潇他说找到给你捐心脏的人了，我一激动就打碎了。你说这翡翠碎了，是不是有什么说法？岁岁平安，这是替我挡灾了。老公，别难过了。呵呵，傅北辰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。挡灾你这种垃圾，也配？他突然将宋青兰甩了出去，他重重的摔到大理石地板上，吃痛叫了一声，委屈的看着他：老公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呵，你还有脸问怎么了？他走过去，一脚踹在他肚子上。宋青兰捂着肚子，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别做出这副鬼样子，看着就恶心。现在有什么跟我交代的吗？老公，我疼。别叫我老公贱人，我老婆只有茵茵一个。你疼她？抓起她的头发，你也知道疼啊。他面目逐渐扭曲，带着残酷的笑意。那你知不知道我老婆死了？宋青兰眼神闪躲，低下了头。老公，你知道了，你别激动。哼，她死了，你用着她的心脏，是不是很开心？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的。英姐，这是医疗事故，不应该由我来承担责任啊。老公，你应该去找医院。昨天还如胶似漆的两人，今天就成了仇人。傅北辰将我死的责任全部推给宋青兰，宋青兰又推给医院，肯定是遇到庸医，抢救不及时才会这样的。老公，我陪你去找医院算账。可他想错了，他越是狡辩，越是点燃他的怒气。傅北辰只是温和地看着他，他以为他被说动了，挣扎着起身。老公，我们一起去给茵茵姐讨回公道。啪的一声脆响，他脸上挨了火辣辣的一巴掌。他错愕地抬起头，傅北辰掐住他的下巴，眼角都带着笑意。去医院讨公道？你是想让我一闹茵茵？最讨厌这样蛮不讲理的样子。你是不是想让他看不起我？不是。他疼得冷汗直流，
他太不了解傅北辰了。记得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见客户，那客户想开我的油，傅北辰就是脸上带着和煦的笑容，邀请他一起去抽烟，在监控死角笑着将他的咸猪手废了。你还没回答我，你当初怀的孩子呢？我在你的病历资料上怎么什么都没查到？老公，我错了，我只是太爱你了，是我妒忌他，妒忌你们有那样美好的过去，妒忌他一回来你就要宣传的满世界都知道，妒忌你为他举办7周年，忙前忙后。孩子很快就会有的，喝他，打开水龙头，将宋清兰的摁进水池，任由他在水中挣扎，直到快没了声响，他才松开。临走时又朝他下身猛踹几脚，他捂着肚子大声哀嚎起来，老公，我肚子疼，送我去医院。他的下身渗出血来，越来越多。傅北辰只是冷冷地看着，直到他晕了过去，才扬长而去。趁着夜色，傅北辰又去了我们的婚房。他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刷着社交平台上的信息。有人发了长文，为我澄清，并讲述了我这些年为公益所做的事。很多受过我捐助的人也纷纷站了出来，同时也有人扒出了宋清兰的过往。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去做 KTV 公主，18岁跟着金主来到1线大城市，怀孕上门逼宫，被正式当街殴打到流产，后来整容重操旧业傍上傅北辰，把他的内容说得有模有样，还附上很多照片。最可气的是他自己花钱买水军，给原配泼脏水，引导网友网扑原配。他真是太不要脸了，他怎么敢的？原配和渣男都还没离婚，第一次见这么嚣张的小三。关键是他用的心脏还是原配的，怪只怪他太会演了，把我们当枪使。最该死的是渣男啊，要不是他出轨，原配怎么会遭这么多罪？傅北辰看着上面的评论，喃喃道，是啊，我是最该死的。茵茵，你再等等，我一定会向你赔罪。陈潇发来杨楚的联系方式，但对方一听是他后，直接挂断了。傅北辰只得一大早来到他住所下面蹲守，终于将准备出门的杨楚堵住。杨先生，求你把茵茵的遗物给我。这不是高高在上的副总吗？什么时候这么卑微了？杨楚并不买账，傅北辰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，我只想拿回茵茵的东西，留个念想。完了，我们都按照他的遗愿烧掉了，他就没有一句话留给我，他只想你离他远远的，这是我最后的遗愿。在他挂断我的电话后，我打给了杨林，她是杨楚的妹妹，他们都是我第一次做公益帮扶的学生。那时我刚白血病痊愈不久，公司刚盈利，杨林患了病，没钱治杨楚和奶奶在街上乞讨，他的手术费也不是很贵，7万块，我刚好有推己及人，我给他出了手术费。杨林是陪我最后一程的人，石英姐最后的愿望就是与你划清界限，生死不再相见，还有她在你公司所持的股份都捐赠给公益基金了，过不久会有相关人士来接手。傅北辰点点头，我知道了，既然是他的心愿，我会全部满足他。傅北辰将公司股份全部捐给了公益。在做出这个决定后，他就被逮捕了。被抓时，他正在生命奥妙展览馆，跪在我的标本面前，手里拿着没有送出的翡翠项链。看到警察过来，他始终很平静，束手就擒。是宋清兰告的他。他被家里的保洁阿姨发现时，已经奄奄一息。送到医院后，骨盆碎裂，子宫破损，永远的失去了生育能力。
脊椎断裂，终身只能躺在床上。当傅北辰听到他的惨状时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笑的，眼泪都流了出来。他可一定要好好活着，毕竟他用的可是茵茵的心脏。临走时，他祈求警察和工作人员，想最后亲手摸一摸我。我想把这串项链给他戴上，被拒绝。他因故意伤害被判了5年。在狱中，他尝试自杀，还写了遗嘱说要捐赠遗体，却被人救了回来。后来他就开始不怎么正常了，总是一个人神神叨叨的喊英英。刑满释放后，他终于死成功了，生怕别人发现晚了，特意将自己吊死在医院，身边还放着遗书。只不过还是晚了几个小时后才被发现，他的器官已经没法用了，他父母不同意捐赠，只将他送到火葬场火化了。我们以后生生世世都不会再见了。